是趙少康，歡迎你來到 TVBS 少康戰情室。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高嘉瑜委員、陳志航主任、柯志恩委員、吳宗憲委員、劉綵薇議員。好哇，突然，昨天我們在節目還說，川普說要把伊朗一夜之間統統毀滅，哦，還氣得那個教宗梁14世第一個美國人教宗哦，不是意大利人，跑出來說你怎麼可以要毀滅人家？太可惡了啊、哦！今天突然就說再停2個禮拜，所以川普變來變去啊，哦，這個股市突然又大漲了哈、哦。川普說，伊朗如果全面、立即、安全的重開荷姆茲海峽，我就暫停攻擊2個星期，啊、哦，突然就說變就變了啊、哦。然後呢，但是他還說，美國100%勝利啊、哦，而且聽說中國在叫伊朗促請伊朗趕快來談判，不要再打了，打大家都受不了了啊、哦。那另外呢，川普說他們還有很多目標要打，都還沒打、啊，突然宣布停2週，以色列也錯愕被迫跟進，叫以色列也停哦。那另外呢，白宮宣布了，這個美女發言人說，是美國的勝利哦，大贏了，我們這史詩怒火行動，我們38天完成我們要的任務，都完成了。就亂扯嘛，對呀、啊，對不對？你完成什麼任務？那個農作業現在在哪裡？還剩多少？到底怎麼毀的？你說把美國的無人機、飛彈基地什麼都毀了90%、95%，它還在發射、啊，那到底毀到多少？原來也沒想到荷姆茲海峽會被這樣搞啊！哦，所以你到底勝利在哪裡？哦，當然了，你就說我斬首，第一天就斬掉49個伊朗的高層，第2天再繼續情報局長啊什麼各種，大概50-60個人。如果說這個就勝利，這個是勝利了。你也可以說我已經完成了，好，但實際上你的目標很多其實並沒有達成啊。那另外呢，說伊朗也是很緊張，如履薄冰，哦，說呢，但是伊朗說我不在華府的壓力下投降，我只投降，所以我講到最後，我3個禮拜前的預測一定是美國說我大勝利，伊朗說我也沒有失敗啊，伊朗不能說他勝，但是我也沒被打敗啊，我也沒有投降啊，哦，那另外呢，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說我們支持川普停火決定。停火2週，但是不包含黎巴嫩，黎巴嫩我還要繼續打啊、哦。那另外呢，以色列軍方說還在空襲伊朗啊，不是你已經宣布了嗎？不打了嗎？啊，所以這麼還這個斷斷續續還在打哈、哦。那另外呢，川普政府預備跟伊朗面對面談判，副總統范斯等人預計會出席，層次很高，副總統都出動了哈、哦。那另外專家是說，怎麼才要強硬要毀滅人家就停火呢？說川普手上也沒有什麼好牌，所以呢改走伊朗方案。川普還講說，伊朗提的那個10點，最早的時候，美國提了15點建議，伊朗說我不能接受。伊朗提了3點建議，美國要道歉賠償哦等等之類的，永久跟我簽和平這個法律文件，美國也說不可能。現在伊朗提了10點，川普說這個10點可以作為談判的起始、談判的基礎哦。所以呢，經濟學家認為有5大問題啦。第一個，伊朗會不會重開荷姆茲海峽？什麼時候開始這個停火協議？以色列支不支持？停火是不是含有所有的敵對行動？另外呢，後續談判技術是什麼？這5個要點要注意哈。那現在伊朗跟阿曼說要收荷姆茲海峽的過路費200萬美金，用人民幣計算。伊朗昨天宣布了哈，他有1400萬人預備打仗，預備跟美國拼死，就是為了保護伊朗哦，1400萬人哦。那另外在安理會呢是要通過有提案說要通過這個開放荷姆茲海峽，但是中國、俄羅斯否決。15個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國，5個常任理事國，10個非常任理事國，2票否決，2票棄權，哦，那剩下的支持，但是沒有用啊。中俄這2個常任理事國1票就可以否決你，哦，1票就可以否決，是中俄否決了哈。那另外呢？大陸駐聯合國代表叫做傅聰，跟以前那個鋼琴家名字一樣，傅聰。他說，如果通過這個荷姆茲海峽開放，加劇衝突升級，反而會加劇。我們看一下。We have this breaking news just coming in, as I said, literally at the 11th hour, Trump backing down. 川普給伊朗的最後通牒已到，伊朗文明沒有毀滅，因為美伊雙方決定停火2週，本月10號在巴基斯坦談判。Iran agreeing to the complete, immediate, and safe opening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I agree to suspend the bombing and attack of Iran for a period of 2 weeks.
this will be a double-sided ceasefire. 川普剛宣布，伊朗外長也證實，只要對方停手，伊朗就會停手。伊朗官媒也說取得了重大勝利。 ایران به یک پیروزی عظیم دست پیدا کرده و امریکای جنایتکار را مجبور به پذیرش طرح 10 ماده‌ای خود نمود که 不過，雙方並非無條件停火。伊朗透過巴基斯坦對川普提出10點計劃，要求荷姆茲海峽通行必須跟伊朗協調，也可能收取過路費，還要求美國、以色列結束對伊朗以及其他抵抗軸心成員的攻勢，包括黎巴嫩，還要美軍撤軍。此外，伊朗還要求放寬所有的制裁，解凍伊朗海外資產，也必須接受伊朗濃縮鈾的活動。雖然具體停火細節沒有明朗，但這是伊朗首次明確表態有條件接受停火的要求，但明明幾個小時之前，川普還說要毀滅伊朗。接下來雙方若是沒有談攏，恐怕再度翻臉。伊朗國內醫療設施還是保持警戒，儲備物資不敢鬆懈，畢竟停火能維持多久，沒人有把握。自然。我覺得目前來說哦，這個伊朗跟美國大家各自要找台階下，因為這場戰火若再打下去哦，就以美國來說的話，他打不贏，但是他絕對輸不起，所以他目前為止就是要找一個勝利式的敘述來。對他過去38天所作所為，一定要有一個合理的一個說法。那川普就像大家說的，他才前一刻時間才告訴大家要來摧毀這個文明，有一個文明要被摧毀，馬上就接受這個所謂的2個禮拜的停火，而且他說是在伊朗所提出這10項的這個方案當中，立基於這邊可以好好來談。可是你攤開來，難怪伊朗會說他們取得了一個歷史性的一個重大的勝利，因為這10項來說，我都不曉得川普怎麼來談。你看，他完全是要來接受伊朗在這個濃縮鈾上面的權利，而且要解除1級、2級、3級的所謂的一個制裁，而且還要對這個荷姆茲海峽要能夠承認伊朗還是擁有很大的一個控制權。這種條件不夠，就是當初濃縮鈾不就是當初他們要這個零核化的一個最主要的一個打它的一個基礎？現在怎麼可能還讓濃縮鈾變成是一個可以談判的一個基礎？而且荷姆茲海峽說實在，過去數十年當中，一天要超過100多艘的大型的這個郵輪經過，一天100多艘啊！那你現在這個狀況之下面，每一個人對彼此之間都不是太信任的狀況之下，我也很驚訝，說川普會說10項的這樣的方案當中可以好好來談。所以說呢，難怪伊朗他雖然已經在很多精準打擊的部分裡面損失他們很多高層的一個將領，可是你不要忘記的，他們的革命軍，還有包括他們這個真主，包括他們自己的非常民粹、非常大民族主義的這個部分，他們的韌性，哎。真的，這個韌性是大家真的是不能夠去忽視的。在這樣有韌性的狀況之下，1400萬，雖然我覺得那是有點誇張，而且還有不斷說小孩、大人都可以一起。你把小孩跟大人綁在一起，這又回到我們2次大戰以前那種非常沒有人道的。他如果敢這樣做的話，他勢必會受到全世界的一個制裁。但是他只是要顯示他的氣勢，加上美國願意給予2個禮拜時間，所以這樣看起來說的話，顯然伊朗他有很強大的話語權。不過今天比較大的重點就是，川普主動把中國這個國家給放進來，好像說據說中國如何如何。那的確嘛，中國跟這個巴基斯坦他們過去基於跟沙烏地阿拉伯跟等等，而且不要忘記，中國是伊朗他們賣油最主要的經濟脈體，所以中國還有面對的所謂他們自己內需，還有他們真的再一次經濟復興黨，他當然不希望他們的原油各方面會受到很大的阻礙。可是川普特別把中國把它拿出來講，這一定背後有它的意涵，所以大家就在思考，為什麼把中國弄出來？萬一這個談判的，他可以說我賣中國老大哥一個面子，因為5月他們要見面了。萬一談判不成，中國，對，我已經給你面子了，但是對不起，伊朗就不聽你中國的這個大哥的一個吧，我也沒有辦法。所以怎麼樣算都是川普在講，唯一可以算出來就是這個股票家族的利益應該不管跟哪裡。你看今天所有的股票全部大漲，大家認為這是一個短就是應該短期來說應該是有。如果4月20號之後談判破裂的時候，那時候的賣壓，我相信才是全世界所有投資人得抓雷蛋的。我們常說這個一人興邦，一人上邦。川普現在是一人興股，一人上股，這樣。全部人看他臉色。就我在看哦，這個現在目前美國跟伊朗都是在這個精神勝利法啦，反正怎麼樣都是他贏，但美國也很久沒有這麼灰頭土臉過，所以這場戰役我覺得看起來是，反正對伊朗來說呢，他沒輸就是贏了啦。那對美國來說，他如果沒有狂贏就是輸了啦。
那他沒有辦法說像委內瑞拉那樣子，他可以壓倒性的勝利。總統還關了美國監獄裡面呢。是，所以走到今天，其實大家可以看出來，就是沒有人會講美國贏了這一場戰爭。那現在是只有美國的官員自己這樣子大聲的自己講自己贏，精神自嗨。是。那剛剛曾姐有提到，就是說濃縮鈾的部分哦。那我想，我們這次看到一個他停戰協議裡面比較有一個特殊的點，就是波斯文的他這個停戰的那幾個要點裡面，其實其中有一點就是說，就是允許伊朗他繼續持有這個濃縮鈾，但是英文版又沒有，所以這個會不會在未來在雙方溝通的時候，會不會有一些狀況發生？我想這可能是未來我們會看到會不會出現一些談判上面的破口啦。那再來，我們還要看到一個點，就是雖然說有要停火，但是我們看一下烏俄戰爭，其實他們也多次說要停火，但是每次說完停火，有時候幾個小時後又開始打了，所以這個停火到底有多少拘束力，這也是我們要去思考。那最後一個，其實剛剛大家談到的一個中國大陸的部分，那當然有可能這個中國大陸是美國設計出來的一個將來是一個背鍋俠，這當然是有一個可能性。但第二個，我們也不能否認的，就是中國大陸現在對於這個國際事務它的介入的這個影響力其實是大增的。好，那這個部分是不是我們自己要去思考一下？我們在面對中國大陸的時候，我們該怎麼樣去就維持我們台灣的最佳利益？當然，我希望說我們能夠有一個最強大的自我防禦能力，但是也要提醒一下政府，維持安全。好，在面對一個日益強大的一個對方，我們在維持安全的時候，有時候不一定是武力是100%啦。好。也許50%是我們自己自我防衛的武力，但是有50%是不是也要借助國際之間的一些周旋的能力，或者是國際間友邦對我們的一些支持的力道？上兵伐謀這個概念，還是希望政府能夠放在心裡。不，基本上了哈，就是民進黨常常講啊，說備戰才能止戰了，這叫國防預算那麼快將近1兆了，這麼多錢，對吧？為什麼備戰才能止戰？備戰能夠止戰嗎？備戰可能可以讓你打仗的時候，也許可以撐久一點，也許損失小一點，這是有可能的。你認為伊朗沒有備戰嗎？大家要打伊朗，不是今天才講，以色列在旁邊常常威脅他，美國去年也打過了，伊朗沒有備戰嗎？當然有備戰了，他如果不備戰，也不可能撐這麼久。但是當戰場在伊朗的時候，倒霉是誰？你自己去想。就算你不是1個月、2個月就被他拿走了，因為美國沒有出動地面部隊，但這樣炸，伊朗也很慘吶，對不對？就是你自己看看，俄羅斯跟烏克蘭戰場在哪裡，哪邊就倒霉。烏克蘭1000萬，將近500-600萬人逃亡在海外，500-600萬在國內，這樣也是這個離鄉背井，對不對？哈馬斯跟以色列打，倒霉是誰？戰場在哪裡？你一定要記住這一點，你不要聽民進黨亂扯一通，什麼備戰啊，一大堆亂七八糟。戰場在哪裡，哪裡就倒霉。你台灣要變成戰場嗎？你看伊朗就知道嘛。伊朗算是很有韌性了，也撐了很久了，但是戰場還是他那個地方嘛。休息一下再回來。沒錯。美國、以色列去空襲哈格島，因為那是產油這個油的重地哦，運輸啊什麼都到那個島去，90%伊朗的能源在那個地方。伊朗媒體說，雖然來炸了，但是我們的重要的基礎設施沒有受損。哦，大家現在都要講說，我受損很小哦，你白炸了哦。那另外呢，中東好幾個國家還傳伊朗有飛彈去打他們。我們剛剛講以色列還去炸伊朗，伊朗還有飛彈打別的。換句話說，就強弩之末了。但是我相信會停了，只是還沒有完全停啊。那另外呢，這個本來只剩下12個小時了，要毀滅伊朗，但是呢，川普發文說，恐怕有一整個文明被滅亡。全世界幾個重要的中華文明3-4千年歷史至少，印度文明也是很厲害的，波斯文明就是伊朗，這都是很古老的幾千年，能夠一直延續到現在，它的韌性是很強的。你要毀滅它，什麼1個晚上就把它毀滅，我覺得也太拖大了。你美國也不過就是300年歷史，你要毀滅人家3000年啊。那另外呢，意大利說呢，平民不該替政權受罪。你搞了半天，打死倒霉的是平民嘛，老百姓嘛。真的作戰的時候，大家不要忘了，死傷最多是平民，不是軍人了。軍人因為他有武裝啊，他有掩體啊，他知道啊，老百姓不知道啊，對不對？所以老百姓受傷常常都是最重的。哦，教宗就說，
美國威脅伊朗人民令人無法接受，而且是美國人教宗哦，梁14世哈。那伊朗說1400萬人要做人肉盾牌，而去保護電廠啊，真的圍着電廠，看到沒有？哦，那所以呢，這個現在民眾又怕說到時候，但萬一不打仗會不會被清算？所以那個社群媒體啊、通訊都要很注意哈。那另外呢，現在2週停火了。那我們的國安局長說，需要再注意伊朗保守派及親伊朗的民兵的動作啊。當然，伊朗本身有不同的派系，有不同的想法了。我們看一下，美軍戰機從林肯號航空母艦起飛，繼續向伊朗境內作戰。德黑蘭機場附近燃起大火，超大黑煙升起。不止如此，在川普最後通牒美東時間4月7日晚間8點到期前，美軍還攻打掌控伊朗90%石油出口的哈格島。What officials are telling us is that the strikes were against military installations there, not the oil facilities. These are sites, many of which have been struck before. They're giving this distinction because attacking the energy facilities would be seen as an escalation. I don't think the news on Karg Island represents a change in strategy or represents any change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國強調沒有升級戰事，同時也極限施壓。根據伊朗紅星月會的畫面，確實有鐵路沿線被攻擊，救難人員用擔架抬出傷者。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承認行動目的打斷伊斯蘭革命衛隊的軍火補給。שאני השארתי יחד עם שר הביטחון אינן נועדו לתקוף את העם האיראני. להפך, הם נועדו להחליש ולקטוש את משטר האימים שבדכא אותם מזה 47 שנים. 挺神权政權的伊朗爸媽帶着小孩在發電廠外組成人肉盾牌，對抗美以威脅。就在白宮7號晚間宣布，美國與伊朗皆同意暫時停火後，美聯社報道，以色列並沒有完全休兵。曹偉。我想剛剛大家有看到畫面哦，這個伊朗它是以人民作為盾牌這樣子的做法，雖然看在大家當然會覺得非常非常恐怖，也認為這個伊朗不應該這麼做，但確實哦，以實際上來看，它的確就是可以牽制美國。一旦美軍真的大規模空襲的話，那麼國際的輿情會更不利於美國。伊朗等於就是用人民的生命去弱化美國的影響力，然後抵消美國有一些比較高科技、伊朗沒有的一些這個軍事的優勢。但事實上呢，美國過去一直宣導在台海之間不要有，也不應該有戰爭的這個不對稱的戰爭戰略，但反而諷刺的是哦，這一次呢，美國自己是不是陷入了這樣不對稱戰爭的泥沼當中？其實美國在這一次的美伊戰爭很多的這個環節當中都錯估了情勢，就是以為哦，他以為美軍轟炸了，那伊朗就會妥協，但是美國完全忘記伊朗就是一個宗教政權，而這樣的一個宗教政權，它甚至有一個非常這個他們重要的一個文化，那就是殉教的一個文化。這樣子的一個宗教政權，對於伊朗來說，這一場戰爭它就是一個聖戰。那聖戰大家都知道，絕對不是說停就停，喊停就停，它不是一個短期的一個戰爭，不是說結束就結束。因為聖戰它是結合了宗教，還有民族主義，還有它政權的一個正當性。所以美國完全忽視，甚至呢，伊朗現在不只是把美國當成是邪惡的敵人來看，甚至是某種程度上面，它也解決了伊朗在內部的一個紛爭。所以伊朗這樣子的一個敘述哦，只要呢美國存在，那這套敘述就不會消失。而且整個現在美伊戰爭，其實不只是在能源啊，還有在整個國際關係上面，都已經打亂了整體國際關係的一個秩序了。其實剛剛很多前面的來賓都有提到，從美伊戰爭雖然中東看起來很遠，但是也提醒民進黨要注意的，不是只有民生的問題，還有包含接下來國際秩序大亂之後，那麼台灣到底要如何因應，這也是現在民進黨應該要去看到的問題。教育。覺得川普轉彎的速度，我真的是全世界都跟不上，尤其是股市真的無法判斷。因為這個本來前一天大家還認為說，川普要去轟炸這個伊朗，說這個有一個文明即將消失，還限時這個美東時間周二早上9點等等。那大家也都預期說石油可能會大漲，結果突然川普又轉彎了，說，我要再給這個伊朗14天的時間，然後突然今天股票漲了1000多點，然後石油突然大跌，所以很多人就覺得真的是措手不及。當然對股
股民來講，如果還有持有的話，也不知道现在到底是該賣還是繼續抱着哦。因為畢竟看起來現在是短多長空，因為畢竟這個剛剛智恩委員也特別提到哦，現在看起來的矛盾點根本沒有辦法處理。雖然說要14天大家來談，可是光是荷姆茲海峽，到底伊朗是不是食水之味？他想要有合法的管理權，以後都要收錢了，還是說如川普所期望的，能夠這個開放，大家都能夠自由通行？這個矛盾點就已經非常的大。再提到剛剛講的濃縮鈾的問題，因為畢竟一開始戰爭就是為了伊朗擁有這個濃縮鈾，想要制造核武器等等，會造成世界的不安，所以川普說不能允許這樣的一個邪惡組織擁有核武器，所以才要去攻打伊朗。就現在伊朗說我要合法的擁有這個濃縮鈾，那美國說不行哦，你這個濃縮鈾要運出去哦，要處理掉哦。那光是這個矛盾點都沒有辦法解決，你能夠預期14天可以化解嗎？那其他當然包括代理人的問題，或者是說這個伊朗內部到底誰來去做組織，或者是後續雙方要用什麼樣的條約或行政框架等等，這些都還有很長的一段路。所以目前看起來這個問題在14天內沒有辦法解決。可是對美國而言呢，很多人認為說，美國在這段期間內因為黃金下跌，然後美元上漲，反而變相的讓它的經濟其實有點這個受到這個影響，而是得到最大的利益。因為美國自己有能源，然後石油又高漲，然後美元又高漲，所以如果美國的華爾街或者是對川普來講，在這場戰爭裡面能夠得到他想要的，這可能會讓大家跌破眼鏡，說原來戰爭的發起不是我們所想的這麼簡單。但是對伊朗人來講，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因為我們認為說伊朗的政權從一開始，不管是你說它是不是一個神權政治，或者是對內的高壓，讓伊朗人民從過去說波斯的古文明，本來經濟很好，到後來通膨等等內部的問題，導致民不聊生，經濟也受到影響。這個本來是外界在看，可是現在如果這場戰爭打下去，連伊朗的人民都成為犧牲品，甚至成為人肉盾牌的時候，那到底把人命當作什麼？當然對伊朗而言，我就是對內我也可以大內宣，或者是剛剛講不對稱戰爭。可是看在國際的眼光裡，會認為說，如果美國不把伊朗的人命當一回事，甚至想打就打核電廠、這個石化廠都要打的話，那當然也會讓大家覺得說，在這場戰爭裡面，美國是極為殘酷跟殘忍的。所以我覺得戰爭到最後，沒有人得到好處，但受害的是全世界。我們看一下他們要組織什麼人肉盾牌，怎麼回事？伊朗方面則繼續朝以色列各地射出飛彈，還有當地官員出面呼籲伊朗青年到發電廠周圍集合，組成人牆，阻擋美國轟炸。بچه‌های دانشجو و دانشگاهی و اساتیدمون دعوت می‌کنم فردا سه‌شنبه ساعت 2 ظهر دور نیروگاه‌هایی که داشته و سرمایه ملی ما هستند بدون توجه به هر سلیقه و دیدگاه سیاسی مال آینده ایران و مال جوانان ایرانی هستند. 而專家則認為，美軍如果真的炸掉伊朗電廠，將涉及戰爭罪。另外，日本官房長官也證實 ，NHK 的德黑蘭分社長在被伊朗拘留後已經獲釋。美伊緊張持續升溫，美國總統川普也直接在記者會上點名北約、日本等國在伊朗戰事上都不幫忙，持續施壓，要求盟友一起護航荷姆茲海峽。自然。好，我們看很多的國際媒體這幾天又紛紛用他口開始又來形容川普。事實上，這樣子的封號始終沒有停過，因為川普可以用2天、3天的時間來宣布說他要終止這個戰爭，但是他可以花整整1年的時間來證明自己沒有辦法做到。所以，當一個全世界最強的國家已經淪為一個口號在治國，而且它牽動的是全球的經濟的時候，其實呢，它反而讓這個世界更加的認識到美國這個強權它背後到底代表什麼意義。例如到我們剛剛在過去一直提到說，川普呢他揚言說要摧毀一整個文明。大家都知道西亞的文明是花了多少時間建立起來，不管是伊朗也好，或附近看到像是黎巴嫩啊、敘利亞那些古文明，其實是很多人旅遊的時候都希望能夠去的地方。結果現在在戰火的摧殘之下，現在還剩下多少？另外呢，他在說要摧毀人家文明，文明即將消亡的時候，其實反而是讓大家看到它的不文明，還有野蠻，還有粗魯，以及呢落後的一面。那美國呢花了這麼大的時間來建立起一個世界的強權，結果竟然在這樣的戰爭當中失去掉了很多世界上人民對他的信任，還有對他的不信任感是急速的加強。那更不要說這個美國的發言人他竟然說這是美國的一個重大的勝利。不要忘記這樣的勝利是建立在多少的鮮血，
還有這個殘酷的這個人間煉獄上頭。那我覺得川普最讓人家看不過去的就是壓叫勾被压為，就是你要去轟人家國家，你要摧毀人家，然後又要逞口舌之快，而且呢要徹底的要人家臣服在你的这個面前。那這樣的事情其實對這些古文明來說絕對是不可承受之重，而且也是重大的羞辱跟屈辱。所以你說美國真的贏了嗎？其實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大家對於美國的不信賴感增強，而伊朗人民呢，他們反而是在一個聖戰的一個想法當中，或者是美國人不知道他自己為誰而戰，但是伊朗人明確的知道他是為了自己的國家，為了自己的血脈而繼續戰下去。另外，我們也看到在這個戰爭當中，其實美國失去了非常多盟友的信任，而且這不是一天造成的，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我們過去看到美國在很多重大的戰爭，不管是阿富汗戰爭，那個時候北約幾乎是全員出動哦。那另外呢，像是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時候，包含像英國、西班牙，其實也都直接的加入這個戰爭。那更不要說波灣戰爭的時候，其實全世界有數十個盟國都加入了美國的這樣子的盟軍的行列。可是我們看看這一場戰爭到底環顧四周，它到底還有多少盟軍？他在4月6號的時候，川普還批評說：“北約還有這個東亞國家，你們都不加入我們的戰爭。”然後呢，又揚言說他要入侵格陵蘭。所以我們現在的問題是，誰還敢把這樣的國家安全來寄托在這樣一個不穩定的領導人身上？那川普的問題呢，不是不夠強硬，而是他不夠穩定，還有他不是沒有立場，而是他立場隨時都在改變。那對世界來說呢，其實我們現在要避的不只是戰爭的風險而已，而且我們還要避免的是不要跟着川普這樣子每日反反复复不同的決策來隨便的來跟着他攪和下去，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美國下一步是什麼。今天媒體有登嘛，說100年以來從來沒有一次美國要打仗沒有朋友的，這是唯一一次。你二戰的時候還有什麼同盟國啊、軸心國，還有一個集團嘛，一戰也有，只有這一次美國自己幹了，他事先不跟人家商量啊，那事後就罵別人。那別人說你事先沒跟我商量，你幹嘛事後罵我呢？我也沒有責任，也沒有義務要跟你組成什麼合作、什麼聯盟啊等等，所以變成美國，然後美國又罵別人，說靠我自己就夠了，要你們幹嘛？那又罵別人說為什麼你們不來幫助我？大家覺得川普腦筋是有問題的，休息一下再回來。